哇，预防医学第2集，老太太打了点滴，为什么会昏倒呢？为什么会昏倒？让我们赶快再看下去。他过来跟我说，张医师，那个老太太好像昏倒了。我听了吓了一跳，放下所有的病人去看她。小姐紧急量血压，就量到血压40、50，测不到，病人已经陷入昏迷。当时我非常紧张，马上请小姐打升压剂。打完升压剂之后，3分钟，老太太突然就醒了。我说好，醒了，不错。她说：“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我不舒服。”讲了2句话，又开始又昏迷了。就打了第2支升压剂，她又醒了，就连打3支。我发觉不太行，赶快叫救护车。到了某大医学中心的急诊室，刚好我的学弟值班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学弟，这个病人好像是药物过敏，这么严重，你要不要收住院？”学弟说：“学长好，这个我帮你好好的看一下，应该是药物过敏。”后来在急诊室心电图一做，叫 VF， 叫做房室颤动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心律不整现象。我当初第一时间的判断可能是药物过敏引起，后来我就把这个老太太留在急诊室，请学弟帮忙住院检查一下，家属也过来了。各位知道，在诊所医生就要扛起所有责任。那我们跟家属也算是很熟的朋友，解释了一下，他说：“药物过敏，那已经做到这里，那没有办法避免。”家属也很体谅的，也很认同的，就回家了。那老太太就留在急诊室。结果下午我回到诊所，我心血来潮打个电话问家属，打到电话，电话一接起来，我一听，原来是老太太的声音。我说：“老婆婆，你回家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我回家了啊。”我说：“你不用住院吗？”说：“大夫说不用住院了。”不用就回去了。她说：“好啦。”我当时就很纳闷，好了就回去也就算了。后来这个病人半年没有来到诊所就医，半年后他又来了。我就很惊讶，我说：“老太太，你又来了。”结果各位一定想不出来，他这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这个老太太呢，因为在这里发生过敏，她就不敢在这里打针看病。当然，我们就因为失去一个病人，她就后来到桥的那一头找了一个老医生看病。这个老医生看了几次之后，老爸你感冒这么久没好，我给你打个针老太太说：“不行那个张医师给我打个针，打了我就昏倒了，不行打针嘞。”那个老医生说：“没事，我给你打，我这个针最好的，你不用怕。”这个老太太想想，这么久没好，就打个针吧。结果一打，老太太又又送去急诊，又第2次送急诊。后来也是因为急救完回来，就后来那个老医生跟老太太说：“你不要来找我，我怕你了，因为我给你打维他命你也过敏，我怕你，你不要来找我。”结果老太太很失望，她其实还没有地方可以看病，半年后她要跑来找我。后来呢，找我之后也是看了很久的病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我说：“老太太，你要不要打个针？因为你实在是这么久都没有把你的病治好，我们打个小针。”老太太突然往后，不打针。我说：“不打针的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试一下。我这是一点点很轻微的维他命 B 而已，
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大部分人都打都没有问题的。后来老太太考虑，我说你想一想哈，不打针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吃药。后来老太太回去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自己又跑来说张医生，那我还是打个针好了哦，不要打点滴了，打点滴你的点滴跟那个医生的点滴打的我都很怕，那我们就打肌肉好了哦，打肌肉一个小小针，这个药很温和，不会怎么样。后来我就又打了一针，结果小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个老太太又是一样，又上了急诊室。哎，我实在很纳闷，为什么这么单纯的维他命会造成她这么厉害的心律不整？结果那一次、第3次，或许是第4次，我也不知道了哈。外面挂几次过敏，送到急诊室，我就跟我的学弟说：“这一次啊，你得好好给我住院检查，不要老是送我，老是吓我们。”结果那个老太太这次终于住院了，不是用药物过敏住院，住院之后送到心脏科，后来做了心导管。哦，原来啦，它是左边冠状动脉的左主干动脉堵到90%。各位想想，这个东西要是没有这么检查出来，大家以为它是药物过敏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要想到很多的医生在执行业务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点迷失，把一种诊断扣在那里，他就认为你就是这种病。但是事实上，健康的变化会发生在许多老年人身上，就像这个病人一样，其实他打每次的点滴、每次的针，因为心脏冠状动脉，尤其是左主干动脉堵到90%，那是非常非常严重，会要人命的。所以我们只要一点点的不小心，点滴或是针剂打进去，都会引发它的冠状动脉的收缩，造成非常危险，甚至于心肌梗塞。但是还好，这个老太太没有发生很严重的心肌梗塞，也因为双方的幸运，把这老太太经过做血管支架，又把她的救回来。从此以后呢，老太太发生的事情，她天天来打针，因为没有事，不怕了，也不是药物过敏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跟很多观众提醒到，许多的例子案例发生在我们医生病人之间，其实我们确定一定要把病况找出来，这就是预防医学的重要。预防重于治疗嘛。对，所以什么叫预防医学？我常常讲，做预防医学的医生，就是守候在医院门口，不要让一般人进到医院的。那么医院的医生，他是守候在太平间门口，不要让入院的病人抬到太平间去。所以预防医学的医生所做的工作是所谓的先前的预防工作。因此预防医学，我经由这2个例子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预防医学的意思。我懂了。小胖，你懂了吗？各位观众，我们黄医秀节目是为各位普罗大众宣导一些健康的预防医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点赞。我们下次再见。